大家好，我们这节课呢要画的是紫色的圆形的卡纸的牡丹是带框的。那我们这节课呢要用底色请大家注意看咱们要调底色。好，我们用这个底色呢就是3绿，先给它挤在边上3绿，然后是玫瑰红。好，然后太白，我先把太白呢调成底色，然后再往里加3绿和玫瑰红。不要调太多这些就差不多。小品有点就差不多。好，用一个不用的小笔我们给它调成这个奶状、牛奶状。然后我们开始往里加这个颜色。好，把这个玫瑰红先放里头。然后呢，再把3绿放里。我们看一下，这就是一个淡淡的这个粉紫色感觉有点不太够，我们再放一点3绿3绿加的越多呢，颜色就会越紫。再来一点，试探性的往里放。还是觉得有点这个不够紫再来一点。好，这个颜色呢就差不多了。好了我们就把这个颜色，剩下的呢，把它这个别的呢，我们就给它擦掉要不然你调色的时候会受影响。好，我们把它擦掉。然后我们这个颜色用的就比较简单了，就用紫色和花青。紫色，然后是花青，还要少来一点玫瑰红吧。好，我们先画一个先画一朵偏这个粉色的牡丹偏粉的。好，我们直接把这个笔呢，这个笔是干的，我们直接就放在这个颜色里边给它浸透多搅和几下浸透了之后我们刮一刮，这个底色就上来了。刮完之后我们先调一点玫瑰红，把这个玫瑰红呢先薄薄的我们给它调在笔肚的下面，很薄不要调浓了，不要调厚了。好，然后呢在笔肚下面加浓一点，这时候我们笔尖处略微蘸一点紫色就行，在笔尖处调一点紫色。好，给它调进去一定要仔细认真小心。好，然后这就是粉里边略带紫这个感觉我们现在也要找一个主花。主花在哪呢？好，我们现在把这个主花呢，在这个1/4处一半给它这样给它分4份，然后在这个位置，在这个中心偏下一点这个位置画主花，也就是说在右侧中心偏下一点画主花。好，我们这个主花画成什么花头呢？也可以画成皇冠那么我们现在呢，看一下这个颜色我们给它画成一个2乔吧那么这个2乔花头呢，我们要在左边画这个什么画它的这个浅色部分浅色部分在左上方这个位置，我们让它这个花头的方向是斜方向冲右的。好，先画一组花瓣的组合。
好，把这个花瓣组合画出来之后，我们有没有发现它是粉里透着一点紫啊？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好，我们继续画。啊，随着我在画呢，颜色会越来越浅啊。我们现在先不给它补充颜色，就先来浅色的部分。啊，这个外边的颜色会更浅一些。啊，本来这个颜色呢就是很浅的，这样呢会让它更浅一些。好，然后这里往下走，让它花瓣呢有个这个形态上的变化啊，这块就更浅了。但是有没有层次？是有的。我们除了画这个浓艳一点的，有的时候也需要来点清淡一点的。好，就这样吧。然后我们现在就要画深颜色的部分。这个稍微的让它有一点过渡啊。这里呢，我们就用这个浅颜色轻点几下子。我这一笔色用尽了。好，然后现在呢，我们笔肚吸点水，吸点水之后啊，把这个颜色呢给它平点，然后现在开始调深一点、浓一点的颜色啊。我们就把这个颜色加浓，玫瑰红多调。玫瑰红调完之后啊，我们再调紫色。这回这个紫色我们在调的时候就要注意了把这个玫瑰红和紫色调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让它调的均匀，不然的话它就不好看了要它均匀过渡。然后笔尖处再来一点紫色。最后呢，我们要调胭脂，加浓了啊。最后呢，不调胭脂啊，调花青。最后调一上花青。好，这颜色呢从浅到深啊，就给它过渡过来。然后我们开始画它上方这个位置啊，画它上方的这个深颜色的部分这个深颜色的部分我们是加浓了。好，这一笔呢给它跨过去。这时候一定要连续下笔啊。好，再来。好，笔尖处我们再来一点紫色，花青。那么左边我们也让它自然过渡啊，所以我们要给它跨过去一点这边也是。好，里边给它切出来花心地方啊，然后来一点花青和胭脂不是花青胭脂说错了，紫色和花青，我们老习惯花青和胭脂就变成说习惯了好然后在这个下边这个位置我们要给它来一点深颜色，这时候一定要有过渡的颜色在里边。你看我在轻点轻点，它们之间过渡就自然那么这底下呢也要来过渡的。好，这里我们再来一个花瓣，目的呢就是不让它这个花瓣两边对称好，这个花头就画完了。然后呢，我们再画另一朵，呢，我们以紫色为主让它加深，但是要调一点这个颜色这个颜色调一点。现在我们直接调紫色，紫色调完之后笔尖处再浓一点，然后呢，我们最后来一点花青。好，我们在它的这个左上方来一个深颜色的花头。好，然后呢，我们上方
让它两头扣啊，往里包，包上去啊，再往里包。有的时候我们不是不切笔啊，但是不能都切。好，把它往里扣，啊，再来，是不是你的每一笔它都出现层次了？好，再来，啊，然后呢，笔尖处来点紫色和花青。啊，这里呢外边再来一个花瓣，这上有点平啊，我们给它扬上去，好，这就行了。把这个给它挤过来点，我们要把这个花头啊，浅色的这个花头花瓣部分给它挤出来。啊，这两朵花呢就画完了，一深一浅，但是呢它是一个色系的。好，然后我们挪动一下，在这个上方这里啊，往这个左一点，在这里画一个小花苞。啊，来一点这个水啊，让它浅一点。好，笔尖处来一点紫色花青。那我们在这个位置来一个小花苞。好，然后咱们点蕊。好，先把这个笔里边调上这个颜色，有点干的话，我们可以在笔上吸点水啊，不用把颜料里掺水。好，我们这个点蕊呢，这个花心留的比较小，我们可以在点蕊上啊给它加大一点。这是一组啊，我们给它变成一大组啊，要有个高低就行了。啊，这又是一组，这两组合在一起啊，变成一大组。好，我们再往外张一下。好了，啊，上方再来点啊。就不让它这个蕊太小了啊，然后我们再点这个，这个是包心的，我们要给它一个点出个被压迫的感觉啊。好，两边往里扣。这就差不多了。好，啊，另一个花苞我们就不用点了。然后呢，点一下雌蕊，雌蕊呢，我们用珠标来点，它会显得更明显一些啊。好像不行，用珠标点出来的还是不太明显，还是用头绿吧，把珠标盖一下啊，失误了，还是用头绿吧。
那就把珠标盖上。行，好，我们先调一下叶子的颜色。拿个盘子啊，花青，然后是胭脂，三绿，藤黄，好，我们把叶子笔浸透。这是花青、胭脂、藤黄，再来一点花青。好，再来一点藤黄，啊，把这几个颜色调在一起之后，我们看啊，这个颜色呢就是有点脏啊，不那么艳啊，这就对了。让这个花呢拖出来，我们不能把它画的艳，而且叶子呢宁深勿浅啊，宁蓝勿绿，就是这样的。好，笔根处来点三绿。最后呢，我们再把笔尖处调成胭脂，啊，就这个颜色啊。好，然后呢，我们现在去把这块填主叶子，这里啊要把这个花瓣给它挤出来。好，然后我们在它的下方笔尖再来一点胭脂，大的叶子啊，我们才能看出来它这个笔根处的颜色。好，然后这里来一个小笔触，我要把它整，要不然看不着了啊，这里没看到。好，笔根处呢再来一点这个三绿，然后笔尖再来一点胭脂，然后这里啊我们要再来一组叶子，这组叶子呢，好，先往上去，然后在这下方探出去，它俩成一个斜坡了啊，我们给它探出去一组。让它们之间呢不都连起来一起啊，不给它连成一片。好，看一下，我们在这里啊再来一组浅色的，笔肚吸点水，笔尖处呢再来一点胭脂，这回呢变浅了，给它在这旁边啊来一组浅色的叶子，也没浅下去呀，继续吸水，还继续让它浅啊。好，笔尖处呢再来一点胭脂，在这里我们要来组叶子。好，这里差不多了。
这块是画框的，我们在这里画框啊，这里画框。那么先把这个叶筋勾一下。还有这块啊，忘连了，来点这个笔肚的下面，我们来一点3绿，笔尖处来一点胭脂啊。这块呢，我们让它浅一点，但是要注意啊，不要把3绿调太多，它遮盖性太强啊，并不好看。好，然后呢，我们现在来勾一下叶筋。蘸点浓墨啊，来勾一下叶筋。你在勾叶筋之前要调整一下笔锋，要不然你勾这个叶筋呢，你就掌握不好它的这个笔锋，一定要聚拢的啊。不要把叶子都勾成一个方向。好，这个叶筋勾完之后，我们现在呢就要画这个花瓶啊，花篮啊。花篮呢，我们用这个墨色来画，用这个中号的白云笔。然后这个墨色里边呢，我们加一点颜色，想加一点赭石，不要呢是特别重的墨，想来一点赭石的颜色。来，把这个笔里呢，用赭石加一点浓墨啊，去画这个框，但是不要给它调成很浓的颜色，让它稍微淡一点。也就是说，颜色上啊是加点墨，但是呢，我们蘸色的时候要给它蘸的轻薄，里边加上水。好，我们现在来画这个画框啊。我们要想好这个框的位置，那怎么办呢？我们先把这个框的轮廓啊，大概给它看一下啊，在这个位置，框的这个位置啊，在这下方处，在这个位置。那么框的轮廓大概是这样的。这块是上面部分。好，那么咱们现在就画。为了让大家看清，我就这样吧，稍微近一点啊，但是也不能太近了，太近画一画就该出了镜头了。好，这个画的时候啊，要一气呵成啊。然后呢，这里呢，我们给它连上，就让它成一个就是有这个环形啊，这是框边儿啊，框边我们要注意啊，是圆起来的。好，然后呢，我们现在接着蘸点这个颜色。再画这个里边，这是一组啊。然后呢，我们现在画这个竖条，结果我这个框呢画的不那么实，
啊，再来竖条上底下去了。啊，继续画，这回呢把它连上，不要斜的太狠了啊！如果觉得斜的狠，你可以给它稍微的找一找啊。想象这里边是竖，这块应该是横啊，真的啊，这个你要想象着有竖在里边，然后有横啊，这个是在这儿啊，竖。你看这里边有内容啊，所以这个内容呢，你要给它通过你的想象给它编出来。这块呢要画点叶子啊，一会儿再说。我们这没画完啊，因为先把这个框画出来，你才能画其他的部分。这里边继续把它给连上，凭着我们的想象。这块竖，这块是横。你的意思得到了呀。这块垫一笔啊。好，那么这里是竖的。这个框啊就快了啊。好，然后往下走，这地方拉过来。好，这块是竖的。那么这里也是横的。啊，这块还是横的，这就贴边了。我们这里边隐藏过去，这个到底了啊，就不画了。那么这块给它到边儿，底下我们只需要把这个底下给它这么来几笔就行了，找过来啊。这块有一点框边的纹啊，那么这个框呢就成立了，我们就画完了。然后还是用这个颜色，用这个颜色我们去擦染，让这框有立体感。怎么擦染呢？把这个深颜色的地方我们都给它擦染一下啊。好，这底下不用整得太细致，我们只需要给它擦出来有那么点儿这个前后关系就行了啊。你看这个啊，这就有一点这个，就是说不让它那么光滑啊，这就有点立体感了。行啊，然后我们用那个浓墨啊，在底下铺一点，铺点底儿，就这个颜色，笔下再蘸一点浓墨。好，笔里一定要干一点啊，不让太湿。也就是说，在这来几笔，这就表示它有这个阴影、阴面部分啊。好，别让它平。
啊，这样它就有一个平面感啊，这个也是。好，点亮点，好了。啊，然后这块儿我们要来点内容啊，先画主要的，画完主要再说啊。好，用这个颜色再来一点藤黄。好，用这个颜色来点藤黄啊，然后笔尖再来一点胭脂。我们把枝干画一下，枝干不多，但是我们要给它画出来，这个让它有线啊，这个点线面结合啊，这个稻沙树不能忽视了。啊，这是一个。好。不一定你这个线啊都是那么规矩的，有时候就是把它随便一点，可以说这样的线啊，就是起到一个线条的补充，都画规矩了反倒也不好啊。行啊，就这样。好，然后我们在这里啊画点这个淡叶子。后边呢，再来一点淡色的花啊，比例来一点这个颜色。好，我们在这里啊，画点这个淡颜色的花，叶子高上去，把它挤出来，然后在它的后边来点这个淡颜色的花，是表示呢，它在这个框里有内容啊，不能是空的。好，然后这里也要来点淡颜色的叶子，高出去啊。好，我们现在在它的后边啊来一个隐形的花。这回呢，我们把这个笔呢算一算，就是这个淡颜色，很浅的淡颜色啊。然后呢，笔尖处仔细来一点点这个紫色，这就行了，就这么点啊，这个颜色。我们在它的后边啊画一个浅色的，可以表示它后边的有内容，但是不需要给它表现那么清楚。我觉得这样就行了。然后有一点用色阶是吧？稍微给它来一点色阶啊。虚的。行啊，这就这样，看不着花心儿，那你就不用看它。然后我们把这个淡叶子的叶筋勾一下，在这之前呢，还得有点淡叶子，在感觉这里啊也要有。好，然后我们把这个胭脂，还有少来一点点墨吧啊，就是我们来勾一下这个浅叶子的叶筋啊，这个叶筋必须得勾。这个不勾了啊，这个得勾。好，好，然后我们要点一下芽苞，这个画呢就差不多了。用这个藤黄，加一点这个胭脂。好，在这里
这块也来点啊，然后这块也来一点，这不点都行，就这些啊，这底下不点，可以不点，比例水太大啊，在这上方我们再点一个。这块点吧，本来想不点了，好，有那么2笔就行。啊，然后我们稍微的把这里来2个花瓣，浅的啊，在这里，好，不要左右对称啊，有这么2个花瓣就行了。大概意思到了就可以啊。我们来看一下整幅画，在哪提款呢？这地方都不能提啊。我们提款呢，这块要给它形成一个开合的关系，所以这里呢不能给它堵上啊。我们提款的那有一节课呢讲了提款，已经说了啊，一定不能形成闭合。如果你往这上面提，就把这气给堵上了。所以我们要往哪提？要往这块提啊，给它贴边去提，在这个位置提到这块啊，提到这块，然后在这盖上章就行了啊。提字底下落款，然后在这盖章就行啊。再往下点也可以，就别往上了，但是不能跟它一般齐啊，不能要不撇它高一点，根据你的字数多少啊，要不撇它高一点，要不你就撇它低一点，千万不要跟它一般齐，跟它一般齐都不行啊。就说别对齐，一定要什么时候都要注意，它就有个高低的错落这样的区分。好，那么这节课呢，我们就上到这里啊。大家看这个作品，看效果还不错哈。好。